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来做题啊。接着上节课，我们继续来做题，还是和公共弦有关的问题。同学们看下面的这个题，以1为半径的圆 A， 它的圆心在 x 轴上，圆心在 x 轴上，所以点 A 的坐标我就用 A 逗0来表示，它的半径呢，姑且用 r1 来表示。r1 等于1。接下来，以2为半径的圆 B， 圆 B 的圆心在 y 轴上，所以点 B 的坐标我就用0逗 B 来表示，它的半径姑且用 r2。所以呢，圆 A 的方程我就可以写了，圆 A 的方程。我有圆心有半径 x 减 a 括号的平方加上 y 减0括号的平方等于2方。圆 B 的方程呢，我也能够写了，它是 x 减0的平方加上 y 减 b 的平方等于2的平方，它是4。两个圆相交了，两个圆的公共弦所在的直线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两个圆的公共弦所在的直线就是把两个圆的方程相减，条件是 x 方的系数和 y 方的系数对应的系数是一样的，所以我把它展开，那么圆 A 它的方程是 x 方加 y 方减 2ax 加 a 方减1等于0。圆 B 的方程呢， x 方加上 y 方减 2by 加上 b 方减4等于0。两个方程一相减，前面就都约掉了，它减负的加上正的 2by 减去 2ax， 它是负的减去负的加上正的，所以我把它写在前边，它落下来，加上 a 方减 b 方负1减负4，负1加4，所以它是加3等于0。所以这个方程就是圆 A 和圆 B 的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。我现在得到的它就是圆 A 与圆 B 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。那么圆 A 和圆 B 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，它给我了是 x 减 2y 等于0，也可以说成 2y 减 x 等于0， 2y 减 x 它是等于0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啥呢？对应系数要相等，对应系数要相等。那么 2b 或者我们这样说也可以，我都把它变成斜解式。2by 等于 2ax 加上 b 方减 a 方减3， y 等于 b 分之 a 倍的 x 加上 2b 分之 b 方减 a 方减3，和谁对比呢？2y 等于 x，y 等于2分之一 x， 它们俩都是圆 A 与圆 B 公共弦所在的方程，所以它是同一条直线。那么 x 的系数 b 分之 a， 它就等于2分之一，它没有常数项，说明常数项 b 方减 a 方减3，它是等于0的。好，我们快速的把它解一下，交叉相乘 b 就等于 2a， 把 b 等于 2a 往这儿一带，那么我们就得到 4a 方减去 a 方等于3， 3a 方等于3，a 方就等于1，所以 a 是等于1
或者 a 等于负1。a 等于1的时候，相应的 b 它就等于2；a 等于负1的时候，相应的 b 它就等于负2。所以这两个圆儿啊，我就能够把它画出来。圆 A， 它的方程，如果它 a 是1的话，我把它带到这里来，它的方程是 x 减1的平方加 y 方等于1，它的圆心是1到0。因为这个数据都很小，所以我的坐标取的大一点。它的圆心 a 是1到0，半径等于1，所以我画出来的这个圆儿大概是这样一个圆儿。a 等于1的时候 b 就等于2，此时此刻圆 b 的方程是 x 方加上 y 减2，b 是2，它的平方等于4。它的圆心是0到2，1、2，半径也等于2，所以我画出来的圆儿大概这是3，这是4，这个圆儿比较大我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圆儿。好，那么它们俩的交点，公共弦所在的直线方程是谁呢？是 x 减2y等于0。另一组我还用不用画呢？不用了，因为另一组它是这个 a 取负1正好是它的相反数，所以它呢就是圆心在负1到0，然后半径还是等于1，我在左边画。而这个呢，它是0到负2，画在下边，所以我们就画这一组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只是让我求一个弦长。那么弦长，我把它叫做 MN 吧，这段线，我只需要经过点 A 向 MN 做垂线，我求出它的弦心距的，然后连接 NA 是半径，我的半径是等于1，我就会经过圆心垂直于弦的直线把弦平分了，所以1的平方减去的平方，开根号这是半个弦长乘以2，它就是弦长。所以我只需要求的就 OK 了。的怎么求呢？点 A 的坐标是1到0，它到直线 x 减2y等于0的距离为的就等于根号下1的平方加上2的平方，把1带到这儿来，2是乘以0是0，所以分子就是1，所以它是根号1/5，所以的方呢就是1/5，带到这里来，1减1/5是4，开出来一个2，4开出来一个4倍的根号下1/5，所以它就等于4倍的根号5，这个就是它的弦长。好，这道题我们做完了4倍根号5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往下看。下边的这个呢，它是给了我们弦长公式。弦长公式呢，我们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弦长公式它不只给了1个，还给了我们2个。上边的呢，大家已经知道了。
那么下边的这个我们先不讲，我们什么时候讲这个第二个弦长公式呢？将来我们学椭圆的时候，直线和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相交，被椭圆双曲线抛物线接的一段弦，那个时候我们要求弦长。显然呢，它不存在 r 方减嘚方开根号乘以2等于弦长了，不存在了，因为它不是圆儿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公式啊，现在先不讲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句话，这句话说的是过圆内的一个点，所有的弦当中，我随便画一个圆儿，这是圆内的一个点，圆叫圆西吧。圆内的一点 P， 过圆内的一点，所有的弦当中，就是经过点 P， 我会做无数条直线为圆结的无数段线。那么谁是最短的呢？最短的是垂直于过齿点的直径啊，也就是我先把 PC 连上。你画长一点，画出直径的也可以，就连这两个小线段也可以。跟它垂直的时候，这条直线是不是跟圆交于 AB 两个点了？这个时候 AB 的弦长，此时 AB 就是最小的、最短的。为什么呀？AB 我应该怎么求啊？连接西壁，它是 r， 这是弦心距嘚，这是垂直的。AB 的长，它就应该等于2倍的 r 方减嘚方。r 呢，由于人家给我圆的方程了，它是个定值，所以嘚越大，减的越多，我剩下的 AB。它就越小，嘚越大它越小，我减的越多它就越少。那为什么这个嘚是最大的呢？这个就要回到从前我们学直线的时候，不止一次，反反复复好多次，我给大家讲过。这是一个点，这是一个点啊。那么经过这个点的直线。这个叫点西，这个叫点 P。经过点 P 的直线有无数条，点西到经过点 P 的直线的距离，点西到经过点 P 的直线的距离，最大的那个值是谁？就是把它连上，做跟它垂直的这条直线，这个时候的一定是老大。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做了好多次？因为它是个很有用的知识点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就在经过点 P 重做直线嘛。你又刚才是 L， 你又做了一个 L 撇，经过点西向它做垂线，你看一看，这个弦心距怎么能够跟我刚才的这个嘚比？我这个嘚，你看。在这个三角形当中，你这个嘚是直角边，而我是斜边，我老大。你再经过它重做一条线，这个时候你到这样直线的距离，你这个弦心距叫嘚撇，你怎么能够跟我这个嘚比？我还是斜边，你是直角边，我老大。所以什么时候经过点 P 做了无数条直线？点西到这些直线的距离最大，就是把西和 P 连上，做和这个小线段垂直的直线，它就老大。你看，现在它俩连上了吧？这个时候就最大了吧？你大 AB 就小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最短的是垂直于过齿点的那个直径的那条线。那么最长的是谁呀？最长的没得说，最长的就是直径呗，很好理解。好，那我们就做一道题吧，感受一下。我们看一下黑板上的这道题。
所以重点的内容啊，大家要反复的做，要把它在不断重复的过程当中温故知新，记牢。有一个圆儿是这样一个方程，好，我把它配一下方啊 ，x 方加上 y 方减2y， 我加个1。然后呢，我加个1，原来是减3，我应该减4，它就等于4，所以是 x 方加上 y 减1的方等于4。这个圆儿的圆心是0逗1，半径是等于2的。这个我要好好画图，0逗1，因为它坐标比较小啊，那这个取的也有点大了，这是1吧？0逗1，半径等于2。我画出来的这个圆儿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圆儿，这是0逗1。负1逗2呢？显然负1逗2，我判断点和圆的位置关系，我就老老实实的把点的坐标往圆的方程里带。负1的平方就是1，加上2减1还是1， 1的平方还是1，显然它小于4，所以负1逗2。它是在圆内的，负1逗2在这儿。那么，圆的方程过点 P 的直线，点在圆内，它是内点 P。我经过点 P 能做无数条直线，能接的无数段弦。我要求当 AB 弦最小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最小？刚才我们刚刚说完，把它俩一连。做跟它垂直的直线，这个时候这个弦长 AB 就是最小的。这种时候我并不是想求弦长的最小值，而是当弦长最小的时候，你把此时此刻的这个直线 L 求出来，那当然好求了。这是圆系，所以 PC 这条直线的斜率 KPC。它就等于纵坐标之差2减1除以横坐标之差负1减0，2减1是1，负1/1就是负1。那你不是和人家垂直了吗？所以 KL 就是它的负倒数，就是1。你不是经过点 P 了吗？所以当弦长 AB 最小的时候 ，L 的方程为 y 减2。等于1倍的 x 减负1 x 加1 x 减 y 加3等于0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。好，到今天为止呢，我就把公共弦的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了。那么下次课啊，我们不能总在一个地方讲，只要我把这个地方的东西知识点讲全了，讲透彻了，同学们反复一看，能够消化理解，将来能够自由运用了，我们就要往下讲。所以我们都是讲干货，都得讲到，都要讲全，要讲全、讲深、讲透，而且还不过分的重复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给大家讲新的专题。